在老爸老妈的浪漫史里，马歇尔即将进入法学院，他已在截止日期前一晚完成长篇研究论文并获得 A 的成绩而闻名。而从左侧登场的那位古板的教授一直给马歇尔打低分，所以马歇尔找了他的朋友巴尼去和他套近乎。好吧，是的，这是个电视节目，为了及格，这有点太极端了。然而，这部剧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们稍后再谈，看下去吧。性对我们有很多疯狂的影响。我们已经讨论了性对身体的影响，那么就来谈谈性对心理健康的惊人影响吧。一、生活是美好的，这可能是陈词滥调，但性确实能让一个人感觉很好。2009年，西苏格兰大学的2位研究人员做了一项研究，观察性生活频率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两者对男性和女性都是正相关的。性生活越多，他们对自己的性生活、感情生活和心理健康就越满意。这对研究人员在2011年做了一项类似的研究，以了解当他们在图片中添加性生活高潮时，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是否会发生变化。结果是一点也没有改变，有越多的性和高潮，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就越高。这里并不是说大量的性生活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我们只是承认健康和安全的性关系可以帮助加强心理健康，就像锻炼或练习正念也会有益一样。2、消极行为、消极影响。我们即将讨论儿童性虐待和自杀问题，如果对此话题不感冒，可以直接跳到下一点。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性并不总是积极的事情，而且有时发生在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请向值得信任的、有权威的或医疗专业人士伸出求援的手。2018年，剑桥大学发布了一项研究，调查了儿童性虐待与心理健康问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的小伙伴可能已经猜到了，精神病理水平上升的风险更高。一些成年人在以前滥用药物的基础上继续滥用药物，有些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虐待不是开玩笑，那么它就永远不应该被隐藏。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受害者，请悉之。3、时机很重要。有没有小伙伴曾经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看儿童电影时突然发现了什么含沙射影的桥段？在迪士尼众多著名的影片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是《玩具总动员》。伍迪在给玩具们播报每日公告时，告诉他们安迪的生日派对改在了那一天举行。史林奇开始帮助伍迪安抚其他玩具，并向他们保证安迪不会再买新玩具，也不会再和他们玩了。土豆先生对这一切感到厌烦，他取下自己的嘴巴，开始用嘴巴敲打自己的屁股。作为一个成年人，这可能超出了小伙伴们的理解，知道吗？土豆头先生是在嘲笑史林奇，说他是马屁精。这说明一个人从某件事中得到什么，取决于所处的人生阶段，性也是如此。由布莱恩·索罗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承认，所有先前的研究都表明，在青春期发生性行为会增加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并补充说，他们利用这些数据，并将真实性都作为考虑因素。在女性中，如果性关系是真实的，青春期的性行为会增加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对于男性，这额外的因素并没有进一步改变影响。这太糟了，听起来很伤人，但有些事最好等等再下结论。4、自然疗法。还记得之前马歇尔和他的教授吗？当然，这是一部电视剧，为了喜剧目的而被戏剧化，但他们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太离谱。密歇根大学在2014年做了一项研究，观察年轻女性的压力水平如何随着性生活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在这项研究中，有患有精神疾病和没有精神疾病的参与者，在他们做爱的几周内，被诊断出患有疾病的女性所经历的压力显著减少。这是一个较小的变化，但即使没有疾病的参与者也感受到较少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名身手敏捷的律师，马歇尔计算出教授加上巴尼加上阴性减少的压力等于马歇尔的作业过关，干得漂亮，马歇尔。但也许下次可以少点操纵伎俩。我们的大脑非常敏感，我们能想的每件事，比如吃的或喝的，都会影响到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大脑及其影响因素的了解如此重要的原因，这样就能以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投入生活。小伙伴们知道性还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产生什么影响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下次倍感压力的时候，告诉伴侣你需要一些性事时间，因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下支影片
不见不散。